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英超球场。那先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啊！说到中秋节就会想到《天龙八部》里康敏和白世镜过中秋的桥段。康敏说今天的月亮又圆又白，白老师说你身上有些地方更圆更白。我也是给金庸老师跪了，童年时候我看不懂，青年的时候又觉得金老师太粗俗，但现在人过中年才发现金老通透，老男人不就是这么调情的吗？毫无技巧，全是直球。那胖叔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口成章，现在张口就是又大又圆，真是岁月不饶人。那我们今天继续填英超财政公平，也就是 PSR 的坑啊，是 PSR 4部曲的中曲，也是总结分析英超6强过去10年在转会和建球场之间的取舍。那先回答一个问题啊，巴萨球迷在后台问，看了 PSR 前3部曲，巴萨为啥不能像曼城、切尔西一样卖青训、卖酒店或者7年合同来屏障呢？那是因为英超的财政公平法则是看财报收益，但西甲是软性工资帽。西甲每赛季开始前需要在一个 App 上面注册球员，超过工资帽系统就不通过。因此过去2个夏天总有巴萨注册不了球员的新闻。而工资帽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向前看，监控的是新赛季，相当于是预防不公平的发生。而英超的 PSR 是向后看，监控的是上赛季。但是是不是说工资帽就更好呢？那也未必啊。我们看看过去2个赛季的西甲工资帽，左边是去年，右边是今年。皇马的工资帽 7.5 亿，空间居然比巴萨高出3个多亿。而巴萨呢，居然能在1年之内把自己的工资帽从2亿多干到4亿多。我们再看看榜尾的塞维利亚的工资空间啊，那西甲工资帽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？我们就交给弹幕和评论区来讨论。那至于英超能不能搞工资帽，要搞的话应该是像西甲一样搞软性工资帽，还是 NBA 的硬性工资帽，以及皇马、巴萨工资帽怎么能差这么多？这些话题呢，胖叔就不展开了。今天是讲6强的。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朋友，请你给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。等本期视频点赞上5000，胖叔会做视频专门为大家讲解。那我们进入正题啊，先从红军利物浦开始。上期视频英超青训哪家强里，胖叔提到俱乐部花的钱有2种，一种是看得见的钱，比如转会费，另一种是看不见的钱，比如青训投资和球场建设。那纵观红军10年，转会节俭日，基建烧钱时。这个图具体的解释呢，在上个视频有，没来及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那利物浦14年以来花费2亿多，把安菲尔德座位从4万扩建到了6万。这个球场容量在英超是什么级别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英超球场容量的排名。曼联的老特拉福德一枝独秀，7万4千人，随后是4个容量在6万的，其中3个在伦敦，还有1个就是这几年一路修上来的利物浦。那遥想2016年4万容量的安菲尔德在这里只能排到第10，和埃弗顿是平级。那我们发现啊，球场大的恰好都是现在的强队，前9里的8个就是我们的传统6强加维拉纽卡。唯一一个有点突兀的西汉姆呢，它是租的，99年租下了奥运会之后一直亏钱的伦敦大球场。那西汉姆这个租球场的操作呢，直接引领了俱乐部近期的崛起，算是足球史上数1数2的精彩操作。为什么俱乐部不全都修大球场呢？那修球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贵。且不说近年通胀的原料与人工成本，光是机会成本就不是每一个俱乐部都受得了。俱乐部每年的现金流就这么多，要还球场建设的债，自然就要挤兑球队建设的钱。埃弗顿这球场都快把自己修降级了。因此利物浦选择打持久战，循序渐进，项目分拆，过去10年达成了相对平滑的基建投资。而利物浦修球场的好处呢，也不是多几千个座位这么简单。商学院有一个概念叫28法则，就是说生活中80%的结果往往只被20%的因素主导，比如80%的票房来源于20%的电影，或者企业80%的利润来源于20%的客户。只要存在严重失衡，都可以叫28法则，并不需要严格的28开。那比如我们前面讲的西甲工资帽，朋友们会发现60%的空间来源于15%的球队，也就是皇马、巴萨、马竞这3支球队。那或者当今网游呢，可能90%的收入来源于10%的重氪玩家，这都能算作是28法则。那球场的收入显然也存在着系统性的失衡，而面对28法则的诀窍就是抓大放小，切莫一视同仁。比如5年合同其实只有最后1年决定是否能够高薪续约，因此卢克肖在分配上场时间时，而利物浦在扩建之时呢，着重开发了 VIP 和企业的包厢。随后红军的报告显示啊，单单包厢的收入就和扩建前的总收入持平了，剩下在6万观众的门票相当于白赚。那这也很好理解啊，包厢消费有多高，不用胖叔多说。有的包厢光是聊聊天就要几千块。那有朋友会问，
光是聊聊天，那还能干点啥了？我听人说，我也只是听人说啊，当年的东莞后街2个小时的花样。那更多关于28原则的话题呢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，胖叔以后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。和利物浦的循序渐进不同，热刺选择一步到位。我们看看热刺过去10年的转会投入，一目了然，前后5年各是一个阶段。第一个5年紧衣缩食建球场，转会净支出只有3000万。19年球场修好之后，第二个5年净支出5.4亿。这里头甚至包括23年的夏天1亿送走凯恩，那送走凯恩也正式宣告了热刺争冠的雄心。所以红军球迷有理由相信啊，在安菲尔德的改建完成后，也应该会像热刺一样迎来一个高消费的周期。那白鹿巷以前3.6万的容量，现在6.2万，增加了70%。那么请弹幕猜一猜，一场比赛热刺可以多赚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有说2倍的，有说5倍的，还有说10倍的。10倍的朋友比较接近啊，目前估计是15倍的样子。由此加计呢，要感谢美国体育运营的启发。在美国的体育模式中，球场的核心不是服务球迷，而是服务客户。你只要给客户营造一个美妙的体验，消费自然水到渠成。这跟包厢是一个思路，这跟迪士尼是一个思路啊。上海迪士尼的气球卖80，大家也一样买账嘛。那为什么同样是建球场，阿森纳06年花了4亿？热刺19年要花10亿，而皇马现在要花17亿呢？那统计显示啊，原料、人工的通胀其实只占总涨幅的25%，支出这么高，核心原因是俱乐部要打造的不再是一个球场，而是一个娱乐中心。那很多报道聚焦于新球场能开演唱会什么的，我觉得不是核心。真正的核心在于球场对餐饮、酒吧、酒店、包间等方向下的功夫。因此在白鹿巷时期，球迷在比赛日除门票外的平均花销只有 1.75 英镑，而现在是平均16英镑。一场比赛6万人，你看能多赚多少钱？那热刺报告，以前球迷赢完球都是去外面的酒吧消费，现在就都留在了球场内的酒吧。新球场就成功的改变了球迷的消费习惯，而人均消费的提升幅度，在皇马的新球场建成后，我相信只会更夸张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建球场的 OG 啊，阿森纳一个酋长球场直接把球队10几年的竞争力给修没了。那想必各位枪迷也是记忆犹新。我们来看看阿森纳20年的转会历史，04到12年是欠债还钱的阶段，此时阿森纳被球场债务压得喘不过气，9年转会净支出是负的2000万。那当时的银行模型显示啊，阿森纳必须要在5年里至少3进欧冠，才能保证偿还债务。因此，作为借贷条件，银行要求温格必须承诺执教，以保证阿森纳的竞争力和还债能力。那教授也是当仁不让，一诺千金，排除万难，最后完成了守望。那多年后，教授回忆，陪阿森纳还贷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那我不知道弹幕的枪迷对教授如何评价。胖叔看了教授的采访，只能说是肃然起敬。2012年，阿森纳的债务基本还清，但是转会支出还是很波动，因为存在主权争夺。阿森纳2大股东长期拉锯，最后克伦克终于完成了股份的整合，在2018年成为了唯一的老板，阿森纳这才进入了稳定的投资期。那后台有朋友问我对切尔西和曼联的前景怎么看？那胖叔这里统一回答一下，以史为鉴啊，多股东模式在当今的英超俱乐部很难成功，可能要先把球队熬烂，把其他股东熬走，一家独大之后，俱乐部才能走上正轨。那想不到这个视频没发，伯利和清湖资本就已经在切尔西干起来，而曼联现在看似红红火火，估计也是暗流涌动。那我们总结阿森纳前9年欠债还钱，转会投入是负数，12到17年股东拉锯，5年转会投资 2.5 亿，平均1年5000万，18年至今稳定增长，7年投资 7.4 亿，平均1年1亿多。回头一看，当初阿森纳负债建球场算是死里逃生，如今终于苦尽甘来。过去2年的2次亚军就是阿森纳崛起最好的证明。那说到阿森纳的2次亚军啊，大家给我30秒时间，这段未必都想看啊，未免伤及无辜，我这里做个测试。我说3球王，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想到的是日本球星三山勋啊，那这30秒你肯定不想看，咱们30秒后再见。胖叔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快啊，30秒后再见。那留下来的朋友们，话说胖叔上周涨粉达到了足球区的新人前3，满足了 B 站的流量扶持标准，但是最终的流量扶持名单却没有我。一问说是我上个视频6分17秒开始提到了三上老师，属于违规，不给流量扶持，天地良心。看了上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胖叔是用三上老师3次亚军最终夺冠的励志故事来鼓励阿森纳，也不知道 B 站是对阿森纳了解太少，还是对三上老师了解太多，这都说我违规。
关键是我要是像往期一样给番号，你还可以说我对外引流，但我连番号都没给啊，我就放了一张三上老师的照片，这张照片大家看，漏的还没我本人多，这怎么违规的？但这还不是最气人的，最气人的是我在视频里说三上老师，弹幕留言全都是说喜欢河北采花的，更有甚者，还有人借题发挥，说三上演戏敷衍，说三上2023年的销量冠军全都靠的是群演的片子，都是靠辛有菜和向泽南带他，一看给你洗漏哟，群演的冠军就不是冠军了吗？现在 ESPN 说勒布朗詹姆斯4个冠军，什么时候带个星号注明前2个冠军是和韦德波什的群演了？更何况群演的冠军谁是球队老大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 ESPN 排历史地位都恨不得把詹姆斯排到乔丹的前头了，韦德波什能进前10吗？方仔的销量前3我只看到了三上老师，向泽南的名字呢？但不得不说啊，向泽南也是一时之选，台词功底尤其出色。南总在一次演女高中生的时候，问他的老师：“你有没有女朋友？”老师说：“我有。”南总说：“いるんだ。それもありかもね。”真是又俏皮又跳脱，人物形象一下就立起来了，让人非常期待后续的发展。那以免 B 站又给我违规啊，我就不留番号了，课代表的弹幕帮我跟进一下。另外呢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句日文。いるんだ就是说你还真有女朋友啊。それもありかもね，それ是这，も是也，ありかも是可能，连在一起就是老师说我有女朋友，南总说真有啊，但还是有可能的。那我看的那一版中文字幕写有啊，也是啊，我都不知道在翻译些什么。我建议翻译人员干一行爱一行，不要因为是打戏就不重视文本，毕竟赛前赛后采访也是比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那我就是因为上期视频说了一句日语，现在我一打开 B 站主页，全都是小姐姐教日语的视频推送给我。那我在这里也教日语 ，B 站这次肯定不能算我违规了吧？另外，我要问一句，凭什么那些小姐姐们有流量推荐，我就没有流量推荐？是我漏的没有他们多吗？好，我们谈下一个球队啊。弹幕想看哪个？哪个？你们想看这些都不能播啊，胖叔的30秒已经过了。但是想看曼联是可以的。那曼联的10年转会，我在视频《英超豪门没钱了》里已经谈到了。曼联的投资策略呢，简而言之就是只要面子，不要里子。毕竟青训、基建这些看不见的钱都是长线投资。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说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就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而格雷泽说，种一棵树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不种。那我们看看罗哥在摩根采访时候说的话，他走了10几年回来一看，泳池、按摩浴缸、健身房甚至厨房都完全没变样。那老特拉福德胖叔没去过，但是罗哥说的这个厨房问题呢是有据可查的。2015年的卫生部报告，老特拉福德的厨房有老鼠，卫生部甚至指出应该尽快把食物储备区的老鼠洞堵上，但多年来曼联毫无作为。那其实这也情有可原啊，格雷泽连老特拉福德的屋顶的洞都舍不得堵，哪有闲钱堵老鼠洞啊？而曼联的基建落后呢，不仅影响了罗哥训练，还引起了队内的不和，这是个真事儿啊。当初曼联联赛杯被德比郡点球淘汰，不在大名单的博格巴呢，社媒发了一个哈哈笑的表情，穆帅就以为波霸是在讽刺他，结果博格巴呢是在看台上1小时前就发的状态，只是老特拉福德 WiFi 太差，赛后才发送成功。那阴错阳差之下呢，造成了一个名场面，就是博格巴来训练，高高兴兴的跟穆里尼奥打招呼，但是穆直接就让博格巴滚回家，搞得博格巴一脸问号。那其实关于曼联呢，胖叔之前视频早就说的够多了，格雷泽追求利润最大化，频繁换帅，重金转会，都只为了眼前的欧冠席位，长线投资全都要为短期利润让路。折腾到如今，曼联就像《红楼梦》的贾府，看似烈火烹油，实则外强中干。如今拉爵手握不到30%的股份，想要大展拳脚，只能说任重而道远。当初克伦克从09年的30%股份到18年的正式上位，前后跨度10年才完成了股份的整合，阿森纳也才真正的重回正轨。曼联的前景很可能会在变得更好之前先变得更差。最后呢，车程是上个视频青训的主角，今天基建就不细讲了。车无非就是政府赶走阿布，要求买家承诺投资20亿基建，人可以走，钱要留在伦敦。而曼城这些年光是基础建设就投资了7亿，在英国促进的就业和消费是天文数字。如今115项指控即将开庭，不免有点过河拆桥之嫌。不过你可以漫天要价，我可以着地还钱，只要中东上道，自然会涉险过关。车程的例子也注定了，动辄上亿的企业不仅仅是足球，更多的是政治。
那胖叔是搞金融的，不懂政治，就不瞎说了啊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下期再会，请记得给我点赞留言，一键3连。